2009年3月15日凌晨1点， 1 in the 福建省 morning, 莆田市 March the 莆田学院附 15th, 属医院的救护车接了一位 the 特殊 night 的急 shift 诊 at the 病人。 affiliated hospital of Putian University in China's 他是本院 southeastern 当天的值 Fujian 班护士 province 陈 is 秀 drawing to a 云。 close. By 我刚刚 sunrise, 躺下来，我还没 these 睡呢。 corridors 我刚 will 躺下 know 来 a，我们 different 就 kind 是 of 上夜的 silence. 护士，他就说：“哎呀，护长啊，秀云出事了。”接到同事的电话，在家休息的护士长黄秀凤急忙赶到医院。我说什么事？因为当初他肯定他很急，他也很急，他听到的信息也并不是非常的确定。他说车祸，他这么跟我说哈，他说车祸，然后我说怎么样，能清楚吗？他说能是清楚的，他说人是清楚的。我说那现在怎么办？他说赶快送手术室。然而，眼前的一切让他感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来的时候，我看到他的脸上什么刀口是很整齐的，非常整齐的那个刀口哈，我就觉得纳闷了。 The wounds, the head nurse will later say, were too clean, 陈秀 too 云的伤口 precise. 不像是车 Not the 祸留 ragged 下的， tears a 而 road 像是 collision 被 would 刀 leave, 砍的。 but the deliberate 他们说面 work 部有啊， of a 头部好像 blade. 也有，腰部好像有一个哈，腰部，那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当时我也怀疑什么车祸会有口子哈，应该是挫伤还是怎么样的哈。护士长黄秀凤急切地呼唤着陈秀云的小名，希望她能说出受伤的真相。我叫她，因为我们都叫她，我叫她云儿哈，我们都叫她云儿，我们用本地话叫。然而，一向乖顺的云儿，这回却一反常态的没有回答护士长的问话，紧闭双眼，沉默着。她就没办法回答我的了，没办法回答我的了。那个出血很凶，很凶的话，他很快就出现休克。当时这个报案的时候，就是3月15号凌晨，差不多1点左右。 A few streets away, a 1 a.m. phone call reaches the Licheng District Police. 群众打电话 In a 报案 narrow lane 说 behind the 在那个 pedestrian street, a woman has been 正海 slashed. 步行街旁边 She is still 比较小 conscious 巷里面 enough to 一个 scream. 女护士，下夜班，然后途经步行街旁边一条小巷的时候，身上被砍伤，送医院治疗。 领导听到这个事，因为是护士上班嘛，护士这个公职人员，大家也比较重视，因为是你的。现场有血迹比较多，就是也是想了解一下，看看这个受害人伤的情 Inside 况 the 怎么样， operating 看 theater, 看能不 the 能 full extent 对 of 这 the 个案件 assault becomes clear. 侦破能不能看 Her 看能不能提 pancreas 供点 has 什么 been 信息。 pierced. Her left 然而 renal，令 artery 警方没有 severed. 想到的是， The 陈 blood 秀云已 the 经陷入 surgeons 昏 will 迷状态， recall 她 simply 的伤势 will not 也越 stop. 来越重。胰腺已经被他被刀刺贯通了，一直在涌血。以后我们就把胰腺那个出血赶快先止完以后再往后面再探查，探查了以后也发现到左肾动脉也被刺断了，因为整个左肾动脉都刺断掉了，原因是这个后面出血非常凶，整个过程就一进去就发现了出血很凶，我们就在出血那个部位拼命用纱布一个硬顶着硬压着，他那个血，整个人等于躺在那个血堆里面，因为他背部那个伤口嘛，那血一直往下流，流的非常的多，真的是。我们几乎我们靠近他的，我们冷的工作服、我们的工作裤、我们的鞋子也全部都是那个血液溅下来的时候哈，有的是纱布了什么之类的，全部都血淋淋的就这样子。我们真的不敢相信他会这样子的。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对陈秀云的抢救还在紧张地进行。 As the hospital blood bank runs dry, a single text message is sent across the wards. By morning, dozens have arrived. Students, doctors, nurses, to give what they can for one of their own. 发了一条短信。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很多人过来了。 下学吧，哈，到了学站，然后就天亮的时候，包括星期天，医学院的学生没上班，哈，所以呢，他们也都来了，所有的就是大家不约而同的就这样子下学。一袋袋仍然带着体温的鲜血，不断地输送到陈秀云的体内，大家都希望这些鲜血能够挽救他们的同事。 年仅29岁的陈秀云，年轻的生命。这么多的人用心用力，再怎么样能够感动，看看能不能感动上苍。岔口的这家杂货店，侦查员了解到，当时受害人陈秀云就是从这里被救护车拉走的。杂货店的老大娘是案发后第一个见到她的人。根据老大娘的回忆。 案发当晚是附近的保安帮助呼叫医院并报了警。大娘的话证实陈秀云确实是被歹徒用刀捅伤的。然而，那名歹徒是谁？与陈秀云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如此凶残地捅伤她呢？当天上午，历城警方在针对案发现场附近居民的走访调查中，不久便有了答案。 你记不记得那天晚上你住在这边的时候？那你认真想一想，当天晚上楼下有几个人的声音？你听见了？我听见是2个人，声音最大就是那个女的嘛。一个女的声音。就是那个女的好像在大声写，我真的，她有大声的，然后再小声一下。一般抢了就跑，很少时候抢完了还在那边2个人在那边对峙，可能有1-20分钟，而且讲话还比较大声，不是说。 一般的抢劫都是这个。2 stories up, a neighbor heard the struggle last between 10 and 20 minutes. A woman's voice, desperate, repeating the same words. I don't have it. I really don't. I only have 5 yuan on me. 我真的没有，还有什么？我真的没有，我身上真的只有5块钱。啊，我身上真的只有5块钱。那说明这些肯定应该因钱有关系。 财务有关系，应该是抢劫案件。隔了有多久？前后声音持续了多长时间？我就感觉这个嫌疑人胆子比较大，而且比较老大。就是我当时推测，就是这个人肯定是有犯罪前科的人。抢劫案件都是陌生人作案，没有人际关系的线索可循，侦破的难度可想而知。那我们是收获了所谓的群众，收获了很多。 很多的他群众混影，我们进行这个归类，混影以后呢，因为他就后来归纳起来，我们就刻画出来一个犯罪的这个特征，犯罪的特征就刻画出来，他是说有一个人，我们总体归类起来的有一个人，他是李。From those testimonies, a profile takes shape. A man in his early 30s, around 1.65 m, stocky, crew cut. And unusually for this hour and place, dressed in a dark suit and leather shoes. 但是你知道这个人，你哪里去找这个人？警方将陈秀云的受害时间初步划定在12点40分至12点50分之间，然后依靠小巷周边的监控录像，搜索犯罪嫌疑人的蛛丝马迹。就是说，确定那个时间后，前后半个小时弧度都给他拷回来。第一是就观察他。The cameras along the lane tell their own story. 在这之前有没有在这边 The victim is seen running, wounded, into 还是 frame. 说那个 Behind 案发 her, 后有逃到哪里 the lane stays empty. Her attacker has already slipped away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发现，在这段监控录像中，一闪而过的身影就是陈秀云。从奔跑的姿势和速度来看，应该是在案发后带伤逃跑。那么，身后追赶他的人是谁？
侦查员继续播放这段录像，但是行凶者的身影一直没有出现。侦查员推测，嫌疑人在案发现场实施抢劫后，追赶受害人到几米远的这个地方，然后回头沿着这个方向逃走了。按照嫌疑人可能逃走的方向，侦查员再次调取了沿途的监控录像。这段监控录像拍摄的镜头位于嫌疑人逃走方向的第一个路口。在案发后这个时间，从远处树荫下走过一个人。自然而然就是说有灯光过来哈，刚有一辆摩托车开过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的把头给低下去。他应该是单人作案嘛，然后就是说单人在那个时间段经过的，就是说前后10分钟这样子，20分钟这样子，经过只有他那一个，我们基本就可以锁定就是那一个人。侦查员从案发时间和嫌疑人逃走路线推测，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嫌疑人。但是面部看不清楚，非常暗，但是没有路灯，他这视频里面这个只看了一个人影。我们是到银行门口调了一个视频监控，跟案发时间我们做的试验，就案发时间走到那里刚刚好，这个大概几分钟啊，因为我们当时时间推得非常准。案发的时候大概12点40分左右，那我们走到那里大概几分钟，把这个视频监控看一看，时间看一看，对一下，基本上就认定就是这个人。这段监控录像清晰地拍到了嫌疑人的形象。 Footage from a bank camera a few streets away catches a lone figure under the trees. The walk is unhurried. The face turns away as a motorbike passes, but the silhouette matches. 我们了解一下。那天我应该你们做服装的，对于服装颜色应该一下子就可以辨认出来，是吧？那时候完全是黑黑，感觉是黑蓝的。啊。 根据种种特征和细节，侦查员推断，监控中这名穿西装的男子，应该就是抢劫并伤害陈秀云的嫌疑人。就基本上确定这一起案件是一个单人作案，犯罪嫌疑人身高差不多1米65左右，就是人比较壮，平头。这个人影穿西装，我们是看得很清楚。 好，而且虽然里平头什么看不太清楚，但是一个人走路的姿势什么，我们基本上都会看清楚。但是要怎么找到这个人，我们当时说一句真的话，束手无策。就在这时，医院里传来了一个坏消息：对陈秀云进行抢救的医护人员发现，陈秀云出现了医学上一个可怕的现象。但是因为他出血比较多嘛，血输多了以后，这个凝血。 这个机能也受到影响，凝血质比较差，就开始出现了好像是 DI 系，就是大量的就是没办法止血，就是凝血功能障碍。到整个我们抢救过程呢，输血输了1万多，出血呢也是差不多都是那样子的，因为他这个几乎是等于血换了几片的。虽然有同时献出的上万毫升鲜血，但是陈秀云仍然处于昏迷状态，她的生命危在旦夕。 对他这么好的一个人，这么优秀的一个人，而且他心地非常的善良，真的是我们说他平常真的走路的时候，恐怕连一只蚂蚁他都不愿意去踩死，想不到他自己竟然就这样子。年仅29岁的陈秀云，在医院她是连续多年的先进工作者，病人与同事眼中的天使；在家里，她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家庭关系非常和睦幸福。 那么，面对如此的局面，奇迹会发生在他的身上吗？临近下午，在莆田学院附属医院的手术室里，几十名医护人员还在一刻不停地抢救着他们的同事陈秀云。10几个小时过去了，陈秀云体内的血仍然没有止住。按理说那个受伤的部位我们都是已经有处理了，但是他出血太多了，出血太多以后影响到其他器官的。 心脏的、肺的、肾的、肝的，这
全部其他的器官功能受到影响，最后就是发生一个我们叫做多脏器功能衰竭。对，我们是一刻不停，真的，我们怎么说呢？不但没有喝水，没有吃饭，我们连卫生间都没上。然而，所有的努力都没能奏效。下午4点钟，陈秀云的情况进一步恶化。By 4 that afternoon, Chen Shuyun, 29 years old, a nurse beloved by patients and colleagues alike, is gone. Outside, the March sun is shining. Inside the theater, no one can speak. 就这样子，4点多没办法。你看外面阳光灿烂，我们手术台上是哭成一片的，真的是。就这样，陈秀云失去了她年仅29岁的生命，留给大家的是永远的遗憾和无法抚平的伤痛。我们其实都没有看，我们大家都在哭，真的是，就看不出那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怎么突然间就消失了？说消失了就消失了。这个突然间发生这种事情，我们觉得真的是接受不了，非常悲痛。就是给上夜班一族的那个女性造成很大的这个。The attacker left the scene with no hurry, no panic. To the investigators, this is the signature of a man who has done this before, a serial itinerant offender. 有人陪着，这个样子就感觉这个好像半夜很没有安全感，这个。市民当然议论纷纷，并且是我们这起案件，一发那边我们另外一起案件，城乡区的另外一起命案的，他们刚破，那边破了，我们这边又发了，所以当时确实压力也很大，从全局上下来说都压力很大。为了迅速破案，警方决定动员群众力量，在全市范围内张贴协查通报，有奖征集破案线索。与此同时，侦查员再次调取了案发当时的监控录像。走路比较缓慢，就说比较没什么，比如看不出他很紧张跑过去什么之类的嘛。因为这个实际上不像跑。所以说，这个人就是作案后，他也很从容，很冷静，说明说他这个人有前科，手都比较老练。经过仔细讨论分析，大家一致认为，3月15日这起抢劫杀人案的嫌疑人作案手段老练，作案后从容离开，应该不是初次作案，在这之前可能有多次类似的作案经历。这应该是一起流窜作案，并且可串并案的。所以后来从案件侦破角度来说，把这个315案件以前几个月以来的，特别是 And so they begin to sift through every solo, knife-wielded robbery in the city over the past year. A case from February the 7th catches their eye. A mother and her young daughter robbed at knife point in a rented room barely 200 meters away. 侦查员调出近1-2年内所有的单人持刀抢劫案，一一进行分析。发生在2009年2月7日的一起案件，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白天差不多中午12点多，快1点左右，然后一个单人也是持刀。而且胆子非常大，就是尾随，看到这个受害者，当时受害者刚好是一对母女，带了一个小女儿。这个犯罪嫌疑人看到这个受害人进房子以后，这个因为小女孩在后面走，他就没有马上把门关掉，他趁这个还没关的就拿了一把刀进去，跟他讲，钱拿出来。这位母亲当即拿出了她身上所有的财物，交给了犯罪嫌疑人，因此没有受到人身伤害。她这个女的很冷静，她说她这个犯罪分子拿刀啊，她如果只有一下，她丈夫亲起来肯定要不懂，可能就会被杀害，因此她很厉害，她
不仅蹲他的伤口，把钱、把手机、把什么东西都拿给他。据2·7案件的当事人反映，实施抢劫的犯罪嫌疑人是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身材矮壮，与315案件的嫌疑人体貌特征完全相同。他看得比较清楚，这个穿的红衣服，一个个子也是1.65米，无所谓。这起案件发生的地点，距离我们这个315案件可能距离只有100-200米，也是在也是一条街道旁边的一个出租房，然后这个作坊这个犯罪嫌疑人特征方面也差不多。几个特征都显示，这2起案件很可能属于同一人所为。警方立即通过串并案，并且惊喜地发现，2·7案件中女当事人那部手机竟然还在使用。就在警方大力侦破2·7案件时，315案件的协查通报也有了反馈。一名中年男子打电话说，看了协查通报上嫌疑人的画像，感觉很像他工友的表哥。一看到他这个录像经过嘛，就指着说就是他表哥，他能看得出来，因为比较熟悉嘛，他走路就这副样子，就说所以他一下就能认得出来。据这名打电话的中年男子仔细辨认，监控录像中的平头男子正是他工友的表哥邓学田。officers find him at a backstreet card table in Gongchen subdistrict. He does not run. 他判刑判了4次，总共15年期间的蹲大牢蹲了13年。你看这个15年，统计起来在牢房里面待的、监狱里面待的时间比在外面的时间还长。后来他家里人啊都不认他这个儿子，亲戚都不认，所以就流荡社会上。侦查员经过连续几个昼夜的追踪，3月20日中午，案发第5天，侦查员在莆田市拱辰街道畅林社区一家棋牌室内发现了邓学田。当时的话，他心理素质非常好，他也没有跑，他还问我们干什么，什么事情，就访问我们。我说我们这个是重案队啊，你不会干其他偷鸡摸狗的事，我们重案队不会来找你，你应该清楚。警方从邓学田的身上搜出了2·7案件中被抢的那部手机，但是对于315抢劫杀人一案，邓学田矢口否认。因为他案发完以后，他这个宿舍的有价值的东西他全部搬走了，这个宿舍里面全部都是一些废弃的衣服啊什么，宿舍里面都没什么东西了。侦查员从邓学田的住处找到了他作案时穿的那套黑色西服。因为案发现场的时候，他身上是穿了一套黑色的西装。那当时他砍这个受害人的话，就是身上血迹喷了一点在身上，有喷一点在身上。经 DNA 鉴定，邓学田西服上的血迹正是受害人陈秀云的。铁证面前，邓学田终于承认，他就是315案件的作案人。我拿了一把砍刀嘛，很长，我拿了这么长一把砍刀嘛，很长，我提的就这样提的。 In his own words, the story that emerges is short and bleak. Gambling debts in Fujian after 13 of the last 15 years spent inside prison for 4 previous convictions. He wanted money. He took a knife. More of his life, he will say, has been lived behind bars than outside them. 走过去把他按住了，就这样，按住我就叫他给钱，他不给嘛。年轻的陈秀云在危急时刻本能地喊出了救命！小妹啊，救命啊！我就拿手把他嘴蒙住嘛，蒙住的时候他就顺手他用那个牙齿咬住我的手，就这样。最后我就在他脸上划了一刀。当犯罪嫌疑人邓学田划伤秀云的脸蛋时，他已经下定决心，不拿到钱誓不罢休。这个就是说，他说他要起来了嘛。 他说：“你放我起来，我给你钱嘛。”当然，我听到有钱给我，我就都是
只要你给我钱，我不会，我是求财不会求命的，我就放他起来，他要跑嘛，他要跑，在他跑的当时我就扯着刀捅了他2刀。就这样，犯罪嫌疑人邓学田残忍地杀害了年仅29岁的秀云，而邓学田杀害秀云的那一刻，他也将自己的人生推上了绝境。这些事情真的做的不让人很看得起那一种，反正我也不太了解。对，这一点就是说，真的是对不起我家人，也给那个受害者，真的。2006年，邓学田从四川老家来到福建莆田，靠打工为生，日子过得平平常常。但是不久之后，逐渐染上赌博恶习的他债台高筑，贪图享受、不劳而获的思想，导致邓学田决定铤而走险。就想在短时间内想找最多的钱，在这种心态里面犯罪嘛。就这种，就是说没有踏踏实实的去，记住那以前在改造的时候的那个时光就没有记住了，就已经把它抛在脑后了。反正那个时候就这样想的，反正都已经坐了那么多次牢了，反正破罐子破摔。如果邓学田在面对秀云的反抗，面对周边无数的居民时，留有一丝的理性，终止进一步的犯罪，或许他在尊重他人生命的同时，也将拯救自己。这个地步我不怪任何人，是吧？只怪自己。真的是最对不起的是受害者还是我家人，那是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家人了，真的是我家人。临到现在我都不敢，没有脸也不敢跟他们写信，脸都没有，真的不敢跟他们写。就是说平时没有衣服啊，都跟自己的这边的表弟他们写信啊，是吧？他家属在这边寄一点衣服来，就是这样。我都不，那些干部啊都跟我说，他说你家里面有电话是吧？你要联系我，帮你联系都可以。然后我不要，我说我不想打搅他们宁静的生活。为了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警方提醒我们每个公民，在遭遇类似抢劫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自我的保护意识。很多犯罪嫌疑人应该讲就是求财嘛，就是要加强自我保护意识。首先不要想着说跑还是喊，就是反正要财物的话，应该先自我保护为主。反正钱应该说先给他，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In May 2010, the 福建 Putian 省莆田 Intermediate 市中 People's 级人 Court 民法院 sentences 以故意杀人 Deng 罪 Xueshen 判 to 处 death 邓学 for 田死 intentional 刑。 homicide. For the family of Chen Shuyun, the case is closed. For the city, it is not forgotten.